那个有没有那个矿泉水？这边啊，正在安装大门，来了2个师傅，其中有个是老板。之前呢，这个大门就给大家分享过一些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在里面，我们就不过多的去细说了。待会儿呢，我也给我的师傅他们煮个中餐，这边的话他们就自己安排他们的，我就不管了。这个大门好像是500多一个平方吧，整个大门是好几千块钱。这个大门已经做好了，全部用不锈钢来做的。这旁边呢是开了一道这个小门，平时如果不开车出去的话，进出的话可以走这个小门的，然后关上就行了。大门呢是安装了电机，遥控器一打开，然后整个就自己推开了，车子就可以开进去。将近是500一个平方，整个大门呢花了将近是有5000多块钱。这个电机呢是可以上下的，可以这样子，它是跟着地形去走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安装的师傅和这个老板是安装错了。整个电机呢到这块位置的话，它是不接触地面了，因为我们整个打地坪的时候是慢慢的有所倾斜一点点。当时安装这个门的时候，它是从这边量的尺寸，在这里焊接的，所以呢，它就以这边的高度来安装这个电机。实际上呢，它应该是从这个位置来安装电机，然后如果推过去的话，整个电机会自动的升起来。所以现在大哥呢也不给他钱，因为这个事情呢，他们还说了很多，也吵了一些，然后要等这个老板哪一天过来，再把这个电机重新拆了，重新焊接，在这个位置安装，相当于要重新装了。但是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情，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了。因为这个门呢，之前这个老板过来就说了很多话，我们呢也基本上他们过来做工，我们一句话都不说，是他们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们也不说别人什么，只是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。因为我觉得以后像这样的这个大门呢，做电机的可能比较多，大家也可能吸取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，以后大家做门的时候一定要从最低点先把尺寸量好，安装这个电机，它就会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。你看到这边就完全和地面接触，到了那边就接触不了。来，随着大门的做好之后，整个小院的改造工作呢也快接近了尾声。大哥呢，接下来也可以请人把这个卫生打扫，就可以买一些家具入住了。其实整个大门的费用现在将近是5000左右，但是大家还记得吧？在这个老板做这个大门之前，我是叫了一个师傅过来给他看整个房子的这个门窗还有大门的，但是当时他们谈的价格没有谈好。当时他准备这个大门呢是用铝合金的材料去做的，好像是2000多一个平方，整个大门做下来的话就需要2万多块钱，大概就觉得价格太贵了，所以当时就没谈拢。然后呢又换了一个老板来做这个大门。大哥就觉得我叫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和我是联合一起合伙的，给他报价报了这么高，2000多一个平方，实际上材料不同，整体的造价也不同，所以这段时间呢也挺憋屈的。
但是也希望他理解吧。但是大门现在做好了之后，当然不是特别的完美啊，还要返工，重新装这个电机就比较好用了。其实石头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大门呢是不通风的，就是不透风的。如果这边刮大风的话，这2扇门能不能够背得住呢？这是一个疑问了啊。这个鱼池啊，内外都需要粉刷，然后底部呢还要打一层混凝土。当然，这个防水还是要做好，不做好的话，后期漏水再处理就比较麻烦了。大天垃圾，这个。那这个鱼池究竟能养多少鱼呢？现在啊也不清楚，主要还是看大哥了。房子的改造呢也是接近了尾声。为什么我们又加建这个鱼池呢？其实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，这个鱼池呢并不包括在里面，但是呢，我们和大哥是本着一个友好协商的去处理一些增加的项目。在房间里面之前给大家说过要做2排这个衣柜，现在大哥说不要我们做了啊，我们做这个工啊确实也算亏了吧。他说不要我们做了，但是这个鱼池呢叫我们给他帮忙做完，相当于呢柜子不要做了，这个鱼池呢就给他来做做好就行了。大厘米底你就这点大的，漏纹，2公。鱼池做好了之后，我们的改造工作基本上也快完成了，估计明天啊就不会来那么多人了。那这期的视频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石头的视频，请记得要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